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 J Xbox 游戏王子。那今天我们终于又来开盒了。这一次的话是来的是美版的 English version，Ultraman Card Game 的 BP03 的这一盒，它美版的，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厚一点啊。因为其他的语言版本的话，它会相对比较薄，也薄一半啊。因为它是每一包好像我记得是它的张数好像只有大概5张6张，然后英文版的话全部都是 double 的，就是双倍的。那中间呢也穿插了一些很多小插曲。那比如说第一弹的时候，它的Triple R 的卡只有1张，然后那个 AP 的话也只有1张。后面的话逐渐也在改进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到第3弹的话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它的所有的那个稀有卡的数量和那个日版的，就是你的支出和你拿到的卡的数量是终于达到平衡了。那这终于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出了一个视频嘛，我是已经买了一整箱的，我买了一整箱。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做一个统计，那看这一箱当中它的每一个位置的卡盒，它能出什么样的卡片。那当然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只买了一箱的，所以说它能做统计的这个数量啊，因为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统计学嘛。这个统计的量呢，本身量呢其实也不大，参考性呢也是有限的，但是也总比没有要好，对吧？因为毕竟好像我发现，做这个卡片这个统计的人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说实话，其实尤其是在BP01 那个时候，BP01的时候，它的那个卡片的数量，我发现它是能找到规律的，而且并且在卡包的那个边缘啊，它是能看出来哪一包它是会出现AP 的卡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说可以是作弊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在那个卡包上面，就是能通过卡包的一个规格差，能发现哪一个是特殊卡片了。但是呢，有一些规则还是依旧存在的，在我这个从 BP01 到 BP03 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还是有一点点规律的，这个规律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那我们就是拿这个来作为参考。那首先呢，这一盒呢，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标记啊，在这边左下角，虽然上面标记的是2，然后是个向左上角的一个箭头，但实际上它的卡盒的所在位置呢，是一整箱的第一层的左上角那一盒。那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个，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不会再有盒子打开的，应该是不会有再有盒子的打开的一个画面了。那我们就直接就是像翻塔罗牌，然后我们只会展示 BP03 应该是说 Triple R 到U2 为止。当然了，有没有 U2 我们作为视频的话，我们暂时先不说，我们看之后能不能大家看会不会有。那我们的范围是在 Triple R 到 U2 之间，我们看看每一盒它的出率会是什么情况。OK，Let's go。那首先第一盒，那这个的话，因为是已经打开过，我已经做过一个整理了，那所以说我们就只是一个公开一个，对，没错。这一盒我们就先爆雷吧。没错，这一盒是左上角的这一盒，并且这一张的 SP 卡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在开卡包的右侧当中开出来的，就是它中间不是有一半嘛，这一半和这一半，然后我是在这一半的部分开出了这一张卡片，而且好像是大概倒数最后一包还是倒数第2包的情况下，那开出了一个 Nexus SP。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它这个左下角这一包的，因为我说了嘛，这我们是统计一个它的那个开盒的一个情况嘛。首先 SP 和 SSP 还有UR 它是不会占用就是 Triple R 的卡位，那所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你能开出来就是好事。还有就是什么说啊，在应该是说右排的第一包的位置，能开出 Triple R 或者 SP 的几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我自己是有发生过，大概2到3次，因为我毕竟之前 BP02、BP01 的开卡包的时候，我发现右下方的这个第一包的位置，它开出 Triple R 的几率好像也就大概可能是，比如说用我们这一箱的几率来说的话，一箱也就只有这么一次，它是能开出这么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这一个我们先放一下这个。那之后的话，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卡，已经用卡盒保护盒给套起来的话，卡砖套起来的话，那就说明是开出好东西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统计后面的东西。嘿，这一个，然后还有这一个，这个是每一盒都会有的一个 PR。美特龙新人的话，这一个卡包里面其实强度还不算很强。来，我们先把这些其他东西先收下去。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一张一张打开哈，这是还是这一盒当中我们能出现的不同的卡片。没错，这一盒当中呢，在美版当中呢，我们的数量基本上是算是翻倍的了。那并且有一定几率下呢，那个 AP 的卡片的出率它会多加1，那也就等于说你其实运气好的话，你一盒当中出现3个 AP 的几率也是会存在的。那其他语言版本当中好像并没有这么一个优势。在英文版当中它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说独家的优惠吧，因为毕竟作为美版的玩家来说，之前的卡片抽包的那个一个收藏率非常的低，和其他语言的版本比起来，就是得到好卡片的几率实在太低了。那我是个人认为它算是一种补偿。那在现在的话，所以说第3弹的话，对于英语玩家来说，它是最公平并且有小小的一个优惠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我是比较欣慰的，不然的话我们之前投的钱投的太多了，也比较亏。要玩 BP01 和 BP02 其实是有点亏的，但当然了，我估计后面的卡片批次当中它会有一个改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第一盒左上角一整箱的第一层的左上角这一盒会出什么东西。那首先第一张牌，对，没错 ，Ginga Triple R Triple R 的 Ginga， 对吧？这个它有浮雕，它的每张Triple R 的话，它都会有浮雕。而且 Ginga 的话，它应该是漫威画家的一个特殊版本，美国的画家的版本。其实我说实话，我个人其实我还是不是很喜欢美国画师的。来第2张 Jaglas， 然后 Triple R， 这是第2张。来，然后第3张，没错 Belial 已经出来了。然后下一个 Orb， 没错啊，这一次的 Ultraman Card Game BP03 的 English version， 英语版本的话，它是已经现在是有4个 Triple R 了。那作为主卡主来说的话，就是主卡的话，其实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优势了，也不能说优势吧，就是说已经是非常会变得容易许多。那运气好的话，有些时候，因为这是我的开箱经验嘛，就是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同样的 Triple R， 会有重复的几率。那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也有。那比如说万一你在想要玩 Ginga 的情况下，你开出2个 Ginga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对吧？然后接下来反了，Gomola， 刚才我原来是拿反了，对，Gomola AP 的 Gomola 的话，这张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AP 的卡片它和日本的还有其他语言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那这边的 AP 还有一张 Orb 的 AP， 这边叫 Glass Juggler Orb。那这样一个组合，那这样子一盒的状态其实已经算是最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怎么说呢？除了这张 SP 以外，它是占了一个额外位之外，它这边一整个的情况，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美版的一个 BP03 的一个状态，那就是4张 Triple R， 然后2张 AP， 然后 SP 的话是额外随机出现的，这个就不用管它了。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呢，我在开整箱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发现有3盒，一箱当中会有3盒的几率，它的卡不是叫一整盒嘛，它的左边的最后这5包出 Triple R 的几率，或者出 SP 的几率，或者出 AP 的几率，其实会有点高。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实际上如果你们有玩家想要就是偷吃布，也不能算作弊吧，应该算是吃布，
就是你想要抽 Triple 2的卡片的话，实际上可以考虑抽左半边的最后5包。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以最小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的几率拿到那个 Triple 2卡片。因为毕竟这是一整箱里面会有3盒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它还是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考虑一下，毕竟2/3的一个命中率。OK， 接下来我们要来展示的是这一整个，没错，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将会是一整箱的最低一层的左下角这个位置的这一盒，接下来是这一盒。那这一盒的位置的话，我们看到这边出现了一个稀有卡片，所以这一盒真的是运气很不错。我当时开这个箱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开心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边有出了些什么卡片？来，嘿咻，没错，也是一样的这样规格。这张除了这一张卡片它是一个额外特殊卡片之外，那其他的话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态，很平均的一个状态。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这个我们应该反了，这两张应该是这个特殊卡片，这两张应该是特殊卡片，这两个特殊卡片。来，我们重新排列一下。好，第一张首先是 Triple 2，我们看一下 Triple 2会出什么。首先 Jaglas， 然后接下来 Jaglas Number 2，这已经是完成一大半了，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完成一大半。来，接下来 Nexus Junius， 这一次的话，我本身其实比较想玩 Nexus 啊，就是如果接下来的卡盒当中你们发现，如果Triple 2怎么会少了一张，那其实本质上是我把它用来组卡组了，因为我暂时是在这一整箱当中，我只是把 Nexus 先提前拿出来了一组，因为我是想玩 Nexus。接下来是 Orb， 好，接下来 Next AP Card，Here we go， Belial。我们能看到 Belial 在成为邪恶之前的，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是银河传说里面的一个剧情，我就忘了，但那个外星人叫什么名字？接下来 Arc， 但是 Gil Arc， 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玩家粉丝应该叫做黑亚克吧，对吧？或者说邪恶亚克，与其说邪恶亚克，不是说黑亚克。这一张 AP， 那这张 AP 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美版画面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一次还是收 AP 比较好。好，接下来最后来一个 Special 的这张卡，当时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そのカードは这个呢，锵锵，EXP。那 EXP 卡的话，这张没想到当时是第2盒就出了，没错，它是出现在一整个盒大箱当中的左下角这个位置，它出了这么一张，并且这个出的位置好像我记得是右侧这一排，右边这一侧的那一排那个卡包里面出现的。所以说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个确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个还是真的很赞的。Amy， 好，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整个卡箱的左下角的一个卡包。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接下来还会是应该是接下来我们会来展示的是右下角啊，不对，右上角的那一盒。来，我们看一下，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盒呢，右上一整盒的第一层的右上角这一盒，它这次出的卡包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它就是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没错，它这次就出现了我说的它的出卡包的几率，它出了这个特殊情况。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Orb 的出率真的其实这次 Triple 2里面 Orb 的出率特别高。Ginga 作为一个强力卡片的话，实际上这次出率也不会很差。所以没错，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之前爆雷的那个 Ginga 出现了2次啊，现在的话 Ginga 应该是可以玩了。我们当时看的话，那接下来 Nexus，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AP 的几率，窗 Arc，Gil Arc， Belial， 没错 Belial，正如上次之前
official website 他们说的，你看贝利亚的，它会有一个影子，让这一个。哦，对对对，当时出这一套的时候，这个我也是惊讶了，两个是一套的，没错。这个我自己都忘了，哇塞加打呀！你看这样子一个配套图，它这个其实并不是真的完全配套起来的图片，因为你们能看到它这边图片角落，它其实并不是搭配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有很多就是有点像的感觉。然后我再看一下，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有什么？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少し考える。その前の之前那张卡片一样吗？関係あるのか？いや関係ない。いや関係ない。没关系啊，完全没关系。那至少这两张是从 art 的一个设计角度里面的话，它是一个配套的，它这两个应该是一个配套啊，这两个应该是一套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图拼不起来啊，它中间应该夹了一个什么东西，它应该是中间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图片，但是那我们从美术的角度确实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它这两个拼不起来。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发现没有，这一次的 AP 它出现了3张，那在一定几率上，这一次的卡盒 BP03 它是有几率出3张 AP 的，那这当然也是英语应该是英语只有英语会有的状态。那在其他语种当中，它是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没有这个情况的。那所以说大家也请注意一下。这一次的 BP03 English 8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些先放起来，因为这一次的卡包确实是很有意思啊。那这边是的，我再说一次，它是这一整个箱子的第一层的右上角这一个。那这一个这是这右上角的情况。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先收下。接下来我们来说的第一层的最后一盒。第一层最后一盒是它的卡包的第一层的右下角。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我的卡片放在哪里了？来，然后这边是它的一整盒第一个整箱的第一层的右下角这个位置。那首先来我们来看一下，嘿，没错，它也是3包的情况。那有些人可能看到这边就问了，他说你不是说是一定几率嘛？那为什么好像每一盒都是？那是因为头几盒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几率好像出现3个 AP 的情况，其实真的比较大。但是后面的盒数确实出现了只有2个 AP 的情况。我当时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感觉。来，我们看一下 ，OB 就确实很多哈。然后接下来 OB 是我就说了 OB 很多 OB なんでベリアル。没错啊，如果是你想要玩 OB 的话，这一盒基本上是 OB 已经快要齐了。对于玩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 OB 出现了3次。这个我再说一次，我再声明一次，我真的虽然说画面当中没有看出来，没有开啊，有些人可能会怀疑他说我这边会有开盒的一个作弊的，但其实并没有作弊，我真的是每一盒我都是单独独立把它整理好的，就像刚才那个状态，我们第一盒的那个状态，我是每一盒都整理过的。所以说真的没有骗人，它真的是一盒当中出现了3个 OB。那如果想玩 OB 的人的话，其实这一个 OB 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完成了，只需要再想办法和朋友交换，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第4张 OB 的话，就可以进行游戏了。来，接下来 AP カードはこちらです。ゴモラ。下一个 Next ベリアル。贝利亚里出现了第2张，那这个 AP 的话，其实作为收藏的话，贝利亚里这一个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玩了。来，最后 Nexus， 噔啊 Nexus， 我个人其实就是想要收集一整套的 AP 的 Nexus， 因为美国画师的那个普通的 Triple R 的 Nexus， 还有 Double R， 还有 Single R 的Nexus 我真的都不喜欢，那个画风我真的不喜欢。不是说它完全难看，就是勉强能接受，但是真的我还是觉得日本画师的 Ultraman 的画法还是会比较感觉比较习惯一些，这可能是亚洲人的一个审美的关系。说到底我还是毕竟是亚洲人。
来，但是也不能说美国画师有问题吧，就是说真的是习惯的问题，真的是习惯的问题。而且有部分的美国画师他画的其实也挺好看的，要看还是看画师吧，看人吧，对吧？然后来，我们接下来第一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第一层结束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开始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整盒的第二层的下面那一层的左上角。现在看这个，那这一盒当中的话呢，我就是稍微有过一个小小的整理了，因为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之前已经整理掉的一些卡片当中，有一部分我用来做卡组，也就只拿出了 Nexus 的 Triple R。所以说这边的话，如果缺少 Triple R 的话，其实就是 Nexus 的关系。来，这两个，所以本质上这边是个 Nexus， 这边会有一个 Nexus。比如说我就再做个代替吧，这边本质上是个 Nexus。等一下，我看一下本质上这边是一个 Nexus， 本质上这边会有个 Nexus 位置，Nexus。然后在 Nexus 的位置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好嘞，几个間違って。Nexus 这一盒有2个 Nexus， 说明我忘了。確かにこちら2枚の Nexus がいるですよね。2枚。Nexus 说明它本来是有 Nexus 2枚啊，它说明是有2张 Nexus， 我忘记了。那这边说明这边本来有2枚的 Nexus， 那因为刚才那个不算，这个完全不算。来，然后接下来こちらジャグラ已经可以打了，对吧？毕竟开了1箱嘛。齐了，肯定是齐了。好，最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盒的情况的话，就是正常的一盒美版的卡盒会出现的情况。4张 Nexus， 4张不是4张 Nexus，4个 Triple R， 然后还会有2个 AP， 它这个才是一个美版正常的一个规格啊。因为我说了，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它其他的卡片是会增加的，但是这个情况下是正常情况。接下来第一张AP， 然后是 Tiga 跟 Ultraman 这个就晃出魂的那一个画面，很有意思。次はジャグラ和之前的另外一张卡片它形成一个配对啊，那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ジャグラ的另外一张配对在哪里？看一下ジャグラの配对。あれこっちじゃないね。ジャグラそうだ。見て通り。这样子一个虽然是一个配对啊，但是也是拼不了图的。但是再怎么看，就是能感觉出来这2个一个对直的一个画面就很有意思啊，就好像那种对立面的这种状态，很有意思。而且双方都是处于Hero Ultra Hero 的那一部分的这个 Level 4 Kaiju 后怪兽外星人 Alien 方的。算是它上面写的是 Level 6， 但是实际上也是怪兽方面的 Level 2， 所以说2个真的是一对啊，完全是一对，效果也是类似的。你看它是 Sync Card， 但是它这边的话，它会是就是 One Sync Card。同じじゃお前ら。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先放回去。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盒子的，我们一整盒的那个第2层的左上方这一个第2层左上方。那没记错的话，这一盒左上方的话还是依旧是一整盒的左半边的这个最后5包，它的出率也是出了Triple R 和那个 AP 的情况。虽然说总体数量它们并没有特别好，但是再怎么说它都是出了这个位置能出卡片，那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一整盒的。等一下，怎么呢？
哎，接下来的话，我们看是一整盒第二层的左下角的这一个。那这个来，我们看一下，1、2、3、4，然后这也是正常的一盒，2张 AP。来，那接下来首先第一张 Ginga Nexus Orb。好，这边是最关键的 AP 的环节了。AP カード、こちらです。ベリアル第2枚。第二张。よし、銀河の SAP 的 AP です。はい。这边看一下，它是出现ジャンボットじゃない？ジャンナイ，好像是ジャンナイ，我记得是。特别赞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作为一个组合的卡片，它其实还是可以的。这张卡片的 art 还是可以。这个是一整盒的第二层的左下角，因为毕竟是我们只是单纯的做一下，就是一个卡片卡箱开箱的一个整理啊，所以说我们并不需要想太多，就是不考虑那个分析卡片强度。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卡片强度的话，我们会另外做一个视频。然后这一边，来这一盒的话是，来次のは，我们顺序会稍微乱一下，因为没错，这边出了一个特殊卡片，然后它是在下面第二层的右下角的这一盒，一整盒的右下角这一盒。那我们这边的话也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它的出现了一个 Nexus， 所以说这边没有关系。这边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来看，这边默认出了一个 Nexus， 没错，这边出了一个 Nexus， 这边其实是个 Nexus 位置。我说了嘛，我把卡片拿出来，我自己组卡组用了。来，首先第一个Orb 見てた Orb ベリアル，嗨。那这一盒当中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个贝利亚的话，它是可以这样组，已经是2张了，那就是组卡组的话会特别有，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这一次是怪兽主题的话，贝利亚的出率那么有这样子一套的话，其实对于组贝利亚的玩家真的是很开心啊。来，接下来 AP カードこちらです。ベリアル。またベリアルだ。でもナンバー6だ。贝利亚的，这已经是第3张了。我这个是 AP 的贝利亚的已经可以打了，好像。次のはキレイロイド。中文的话是基里埃德的人，但是因为キレイロイド，这个是 AP 的キレイロイド，而且是 number 第2代2代目。いや2代目じゃなくてフォーム2ですよね，確か。而且能隐隐看见后面这个门嘛 ，door。日々 Tiga 的那一话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它应该是和 Tiga 的那张卡片应该可以做个配对。哟し，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卡片，猜猜看是什么？こちらです。锵锵，没错，我们出了一个 SP 贝利亚的 SP 贝利亚的，而且是 number 6，没错，这一盒真的是贝利亚的大爆手，贝利亚的，そして贝利亚拿 SP 的贝利亚的，没错，一箱当中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知道一箱当中啊，大概能出2个 SP， 它大概能出2个 SP，EXP 的话不一定会出。因为我记得 EXP 的出率会非常的低，在第2弹的时候就已经确认出来了 ，EXP 的几率非常低，但是 SP 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一整盒当中，我们出了 SP 的几率已经是出现2盒了两盒一箱当中有2盒会有 SP 的几率。当然，我估计如果运气不好的人，可能一箱当中有一个 SP 也是有可能的。那 SP 的话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应该算是稀有里面比较容易出的东西了。但是它的美观度，实际上我说实话，很多都会比那个 Triple SP 或者是 U2 的卡片要好看。因为 U2 的话，与其说它是那种正常游玩当中你可以能观赏比较美、有效、好看的一种卡片之外， U2 以上的等级真的只是单纯华丽，但是没有太多的那种能够耐看的那种感觉了。它就是说你能看出它是华丽，它是稀有卡，但是真正的从美术角度上来说，真的其实并不怎么样。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看重 U2， 但是如果你有的话，能收藏一张其实真的是不错。U2 卡片你能收藏一张就够了。那 SP， 那 Triple SP 的效果其实会比这个 SP 会更好一些，但是 SP 你作为一个低端纳入卡组当中进行把玩的卡片，其实是绝对是够的，耐看的。来，那这个是一整盒当中的第2层的左下角这一盒，那贝利亚里大爆手的，这贝利亚已经完全可以，已经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一套了，这一箱了。来，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盒呢？为什么会把我们刚才的顺序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排呢？是因为，没错，它在第二层的左上角这一盒，它又出现了一个稀有卡片。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整理一下这边。来，那这一盒当中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情况 ，Nexus 的卡片我拿走了一张，所以说它是。数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们先把这个先凑出来啊。首先这边占了一个 Nexus 位，这边有一张 Nexus， 然后1、2、3，然后 AP， 没错，这次也是2张 AP 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说了，它一箱当中现在正常的情况其实是应该是2张 AP， 你出现3张 AP 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一直都有。来，这次cool， 哦。第2枚銀河、そしてジャグラスジャグラ、そしてネクサス AP カード、じゃじゃーん、没错，这边是銀河，然后是在怎么说呢？变身的时候的一个瞬间，火花人偶变身的那个瞬间，这张卡片其实真的不错。作为一个 Level 1的卡片，真的是挺有仪式感的。然后，銀河の後は灯アークアークは3枚ですよね AP。来，太激动了，ワクワクね。ワクワク。最后1枚 The last one card. The last card is チャン SSP ウルトラマン贝利亚的 SSP。没错，这一盒真的是这个贝利亚的 case ですよね。贝利亚的 case だ。本当だ。贝利亚的 case 就完全就是贝利亚的主场啊！你看之前的话，その前の贝利亚的，そしていっぱいのなんだ AP の贝利亚的いっぱい啊，贝利亚的 box ですよね。那这下这2张卡片我肯定是作为收藏了，我不会把它放在卡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上卡砖了。这个贝利亚这个没错，它是第2层下面第2层的左上角右上角的这一盒，它出了贝利亚的。然后这一张卡片呢出的位置，我没记错的话，也是差不多是右边的最前面，就是不是一整盒嘛，一整盒对不对？右半边的头5包，它并不是第1包，而是头5包，这边的头5包，那也就等于说它差不多是相当于是一整箱有8盒，所以说是1/8，而且并且是下层的这个角度，没错。所以贝利亚里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啊，贝利亚鲁，かっこいいね。而且这边的话，你看它这种就是邪恶的 evil feeling very strong, and you can see the muscle， 你可以看到它的肌肉 muscle すごいな looks very strong powerful, strong, and evil feeling. It's just like a very cool card. It's very cool. They did it. 然后 SSP，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来统计一下，我们之前我们拿到了什么，有多少好强力的卡片啊？我们都看一下强力的卡片收集了多少。那首先我们这个先放起来。AP 也放起来 ，AP card。首先，稀有卡牌我们能在一箱当中能获得几张呢 ？EXP 1枚、SSP 1枚、そして SP 2枚。そうなるの状態で，这是一整箱里面会出现的情况。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箱应该是非常。运气非常好了，我这一箱应该是运气非常好了，因为 EXP 的话是最难获得的 ，SSP 的话也是能获得一个，也算是就是说获得的话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状态。我估计应该是一箱当中出一张 SSP 的几率，其实应该也不会特别高。我估计 SSP I guess 我猜啊，多分4 case 4箱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么一张 SSP Triple SP。那 SP 的话，可能是一箱当中可能会出现1到2张，我是有这种怀疑的。那 EXP 的话，它就不一定，肯定是估计是 A case， 它才有会几率出的 EXP A case， 然后4 case 可能是 SSP 或者 UR， 可能是这个位置。SP 的话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整箱的一个稀有卡片，我们先把它挪到旁边去，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AP カード，因为 AP カードはコレクション仕様のものですよね。その前のすべての AP カードは、はい。5 minutes later， 这个就是目前的 AP カード的那个收藏。我真的なんというかな、ベリアルは作るの可能性がでかいな。ベリアルナンバー6のレベル6の3枚、レベル5、2枚。いや、ベリアルいっぱいだよね。ギアアーク的话也是有3張。其实真的要组的话，应该是ベリアルばケースですよね。ベリアルケース。完全ベリアルケースじゃね好吧，那这个就是一整个 case 的一个 video 了。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请点击关注，我会有 YouTube， 然后还有哔哩哔哩，我都会有做上传。那我是 Joseph Joe X 游戏王子。那之后的一个战略卡牌构建的战略视频，我们之后会再做的。那我们之后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じゃじゃん。登録よろしくね。subscribe please。点赞关注3连哦。哟呼。一键3连，举手之间，不会收你1分钱。拍摄创作困难无边，这是支持的贡献。拍摄风中却要剪辑2个小时，创作者的辛苦，你们可否知道？叮铃当啷，扛着设备出门去拍片。今天主题是什么？今天视频拍什么？创作的一天。